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杨紫同时追《长相思》和《莲花楼》，一个追到底，一个随时弃剧。暑期档一直是各类影视剧争抢的主要阵地。这次诚意主演的《莲花楼》和杨紫主演的《长相思》先后播出，前后只差一天，都是古偶剧。杨紫和诚意之前还在《沉香如屑》里合作过，曾经的搭档如今成了竞争关系。两位都是抗剧的实力派演员，这次暑期档肯定会很热闹。而且《莲花楼》和《长相思》都不是烂大街的仙侠古偶，题材比较小众。前者是武侠悬疑，后者是洪荒神话。杨紫和诚意同为扛起流量大旗的一番，谁不好看谁尴尬。莲花楼剧情设定遭质疑，作为一部悬疑武侠，其实是有许多前辈好剧可以借鉴的。可是莲花楼似乎并没有吸收前辈的优点，呈现出的效果令观众不太满意。悬疑与武侠两者应选择一方位侧重点。主创团队如果想既要又要，结局很可能是两方面都做不好。开场时的海上大战给人的感觉就很别扭，运用特效无可厚非，毕竟演员不是专业武行出身，只是武打特效并没有给剧加分，飞来飞去，还总是卡顿，没有传统武侠剧的干净利落。剧中角色的武力值太高，会削弱悬疑的精彩程度。因为高强的武功是可以无视规则和设定的，那时主角超凡智力做出的推演就会显得可笑且没有必要。悬疑剧可以有武侠，但要给武功做一定的限制。诚意眼神涣散，无法令人信服。作为智商超群的主角，诚意饰演的李香怡是名震江湖的四顾门门主，武艺超群，智商爆表。可是诚意在剧中的表演却没有呈现出来这些特质。以前也有一些很成功的古装悬疑剧，那些演员塑造的经典角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，比如《神探狄仁杰》里的张子健，《少年包青天》里的周杰，《琅琊榜》里的胡歌，他们凭借过人的演技，使人们相信他们就是李元芳、包拯和梅长苏，那种演技带来的压迫感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有压迫感的不一定是魁梧的大汉，也可以是令人恐惧的智商。诚意比较瘦，并不算什么大毛病，主要是肩太窄，无疑会削弱角色的气势，再加上演技上的不足，就让人觉得李莲花毫无威胁，有时还会给人不太聪明的错觉。观剧时，总能发现诚意的眼神总是涣散的，没有焦距。哪怕是与他人演对手戏的时候，难道他们对戏时与对手演员不在同一个时空？路人总说诚意有撅嘴的毛病，本来还没有注意到，经大家这样一说，难免在其他观众心里形成强化印象，结果就回不去了。总是注意他的嘴爱，实在是影响观感。仿佛主演并没有入戏，他自己都不相信他是李莲花。观众又怎么会有沉浸式的体验？长相思甜虐共存，感情线清晰。从观剧体验上来看，长相思明显要好上不少。剧中甜虐并存，三条感情线脉络清晰，互不干扰，很难得。剧是以杨紫饰演的姬小妖为主要视角展开的，之后她会陆续遇到枪玄、涂山璟、香柳，然后上演或荡气回肠或甜蜜搞笑的故事，剧情张弛有度，竟然还不错。虽然大家对杨紫也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但她从业经验丰富，起码做到了让人不出戏，这点对路人格外友好。而剧中的三位男演员张晚意、谭健次、邓卫都有不俗的表现。整部剧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明显的短板，这在泛滥的古偶剧中算很稀有了。至于之后会不会出现令人不满意的内容，也得等播完再说。总的来说，《莲花楼》与《长相思》都是不错的古偶剧，起码比起之前播出的那些古偶来说，质量很不错了。
杨紫与程毅的体量和咖位都差不多，粉丝数也是旗鼓相当的。再加上剧中的其他演员，各自的粉丝能贡献的流量都差不多。两部剧想要拉开距离，主要看路人盘，谁能在路人中赢得好口碑，谁就可以突出重围。不过从目前播出的情况来看，《长相思》的质量和口碑更胜一筹，满分10分的话可以打8分左右，值得追到底。莲花楼虽然也不错，但由于剧情设定的原因，可能会让一些观众随时弃剧。